仙尊，诛仙神君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账户异常，您的其他账号已被锁定，这不无法登是我家，录。我梦游了。当前身份已更新，凡人陆璇。当前状态身体羸弱，即将二体，请宿主迅速提升实力，探索修仙大道。我穿越了，还穿越到自己玩的游戏世界。诛仙神君、真武大帝、古真人，这都是我当年辛辛苦苦熬夜通宵干出来的绝版称号，个个都是灵虚世界的巅峰强者。可原本无敌的我，现在躺在坑里就要被饿死了，这才合理吗？系统，有没有办法让我登录大号？您的其他账号处在封禁状态，想要暂时解禁，需要献祭一件您曾经账号使用过的宝具。娘的，你看我全身上下像是有着东西的样子吗？谁哭得这么惨？祖师啊，清玄宗被大周皇室欺负得好惨呐！弟子愿用献血献祭，求您先显灵吧。清玄宗，这宗门的名字有点耳熟啊。我清玄宗对大周忠心耿耿，结果却被他们赶尽杀绝。清玄弟子出黄云，走投无路，奔赴祖师羽化登仙之地，求祖师显灵，壮我道宗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是我玩清玄剑仙账号时随手创建的一个宗门。那丫头竟是我不知道第几代的徒孙。可我的雕像应该是左边那个，她为什么对右边的雕像哭啊？祖师，弟子带来了您曾经使用过的清玄宝剑。师尊曾说，清玄开天门，剑仙下凡尘。求祖师显圣，帮弟子渡过难关，助弟子报仇雪恨。我要报仇雪恨！那断剑竟是我清玄账号使用过的宝具，难怪看着有点熟悉。这是不是代表着我可以献祭登录我的大号？你为何还不显灵啊？是弟子还不够诚心吗？那弟子愿用这条命换您显灵。别啊！你是何人？怎么从坟里蹦出来？这不重要，小妮子。你知道你们祖师为什么不回应你吗？或许祖师没有听到我的祈求。祖师曾留下过至理名言：修行一途，不靠神仙皇帝，也没有救世主。想要改变我们的命运，只能依靠我们自己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家祖师之所以没有回应你，是因为你哭错坟了，那才是清玄宗的开派祖师清玄剑仙的雕像。老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才从坑里爬出来纠正你。小美人儿，清玄宗已经没了，与其漫天遍地的逃亡，何不去罗家当个美妾？糟糕，快把剑给我！这是我清玄宗祖师遗物，岂能轻易给予他人？那你打得过这俩大周皇室的走狗吗？我只是筑基境界，他们却是筑基大圆满。除非我能迈入金丹境，否则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别阻碍我登陆大号。你个不长眼的笨蛋徒孙，你家清玄祖师就在你眼前！清玄剑，陨杀！受死吧！清玄剑，陨杀！清玄剑，陨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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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怎么发不出技能啊？差点被你小子唬到了！你个还人蝼蚁，你敢挑衅我的兄弟，找死！系统！正在解锁清玄剑仙账号，目前解锁进度10%。糟糕，解锁的太慢了，有没有办法加快进度？没有，不过宿主拥有欲取未来之法，能给予自己或他人一份未来成果，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偿还欠下的因果即可。啊！欲取未来仙果后因？那这不就是花呗吗？如果还不上会怎么样？若还不上，被给予对象生死报销，宿主也会遭受天罚。请问宿主是否欲取？嘿嘿，拿命来！糟糕，丫头，你先顶一下。祖师赐你一场造化。什么？欲取此女金丹修为。来，吃下去。什么？哎呀！
外泄若惊雷，口吐气浪如青烟，这是金丹境修士才有的表象，怎么可能？虽然是金丹境，但我们凭着生死道消，加上虎卫宝具，未必拼不过你。看招！来吧！红鱼，大周走狗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不好，正在解锁账号生存剑仙，目前解锁进度100%。丫头，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清玄剑道，这一剑会很帅。受死吧，狗！清玄剑，云杀！登陆大号原来是这种感觉，唉，可惜时间太短了，不到3秒钟，只来得及挥出一剑。祖师，你真是祖师，只有祖师才有这种通天手段。祖师，您不在的这些年，清玄宗被大周皇室欺负的好惨呐！全宗上下1008口，除了我全死了，全死了！求祖师杀上高境，杀上高境！我还不能随便登陆大号，你让我过去，这不开玩笑吗？祖师，如果你想找回宝具，可以去罗家看看。罗家帮着大周皇朝镇压清玄宗，宗门宝库都被他们搬走了。现在我需要猥琐发育，嘿，正好可以去罗家刷刷经验。有件事要提醒你，你一步金丹是我的手段，但修为不是白读的。你要在1年内吞吐灵力运行3000次大周天，补全修炼过程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不过以弟子目前修为，吞吐灵力运行1个大周天需要1天，1年3000次，对我来说太难了，除非有外物辅助。嗑药，必须嗑药！你要是不能按时偿还因果，我也得受罚。走，换衣服去罗家。放开我！小娘子，来让大爷我快活快活。来吧！住手！谁呀？大胆！你们竟敢他妈的擅闯罗家，不想活了吗？找的就是你们罗家。王宇，动手！少主！当下饶命啊！当下饶命！前辈，这是您要的宝物。恭喜祖师成功入道。前辈，我清玄宗的宝库都被老祖献给了大周皇朝了，我罗家积蓄域全部奉上，真的没骗你们呀。你们老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家老祖正在福柳城等着瓜分顾大将军的兵权，我也不太确定。顾大将军，莫非是大周的开国将军顾北辰？对，顾大将军功高盖主，也多亏他隐退的早，不然以大周皇朝的手段，怕是难落个全尸。什么意思啊？顾大将军原本有7个儿子，全部死于非命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谁干的。堂堂开国大将，倾国巨著，一辈子为大周抛头颅洒热血，却落得个绝后的下场。现如今听说这位寿元将军，大周皇朝的各方势力齐聚福柳城，准备瓜分他的北大军，不知皇室能不能给他留个全尸？该死的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寿元将近？顾北辰一身修为通天，怎么就要死了？祖师，怎么了？我也只是听我家老祖说的。顾大将军的归西日就在今年腊月。如今是10月，应该还来得及。
顾狗子，这个没脑子的憨货，知道你老实，没想到这么愚忠，儿子都被害死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老子当初真是白花了那么多心思培养你了。顾将军为大周打下了大半疆域，结局却如此凄惨，要换是我，早就反了。和大周作对，就相当于跟天作对，就算顾大将军战功赫赫，也不敢啊。天上白玉京，12楼5城，天宫现在这么嚣张了吗？前辈，我家老祖已踏入第4境化神境界，还是大周不良人的统领。只要您放了我，我保证不再追究此事。我罗家也将成为您的人脉，奉您为座上宾。放心，我这人说话算话，说了饶你一命就饶你一命。等我家老祖归来，定要将你千刀万剐。我不杀你们，不过是死是活，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造化。无耻之徒，无耻之徒！杀人者陆玄，犯我清玄宗者，虽远必诛。统领，大事不好，罗家被灭了。你说什么？罗家被灭族了，清玄宗一定干的。一个被老子踩在脚下的破落宗门，也敢灭我罗家！给我找到他们，扒皮抽筋，挫骨扬灰！祖师，咱们现在可是朝廷的通缉犯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会不会太张扬？张扬，我要的就是张扬。我们去直接找顾北辰。瞧这气度，二位想必也是来求道的吧？不过咱将军府每天只能进5000人，请问你要排号吗？排号进将军府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走，飞过去。二位修为不俗，但福六城上空有净空咒，在下奉劝二位老老实实的排队。小城不大，蒲摆的倒是不小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手段让我们直接进入？我的确有法子让你们提前进入，只是这个嘛……这杀千刀的混蛋，仗着和将军府有渊源，囤积了一堆号码牌高价卖出。你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都这样的没屁眼儿，你现在有屁眼儿，以后也没屁眼儿。只有享受不了特权的才会质疑特权。若是二位贵客愿意支付1000灵石，在下立刻安排你们进将军府。收了这么多，原来是死黄牛啊！带路，贵客果然豪爽，请随我来。顾北辰就在那里。现在是中午，大将军应该是去休息了。两位在外围看看就行，别太往里面走。被人抓住赶出将军府，在下可不退款喽！曹老鬼，你这个王八蛋又私自带人进来了，大将军府怎么能沾上你这个破皮破烂货？看看他带进来的都是什么人？一个瘦巴巴的少年，竟然还有一个倾国精神的女子。这糟老头子，他想让我等他到西。两个插队的，听着，别以为进了大将军府就能平步青云，你们没有听大将军讲道的资格，快滚呐！诸位，你们都是大将军府的正式弟子，没必要和一个老匹夫置气。这两位小友是真的是仰慕顾大将军，不辞万里前来听道法，我只是顺手推舟帮帮他们，诸位通融通融。要不是大将军府不准私道，你们早就人头落地了。诸位，不能这种走后门的玷污了将军府，把他们轰出去！太嚣张了，给你们脸了是吧？你什么你？顾北辰平时就是这么调教你们的吗？你竟敢直呼师尊名讳，给我打！杀！
祖爷爷，歇歇吧，不差这一天。歇不得，能继承真武之身的弟子还没找到，我不能停下。师尊，我是个愚笨的弟子，从没做过什么让您骄傲的事儿。临死之前，总不至于连您给我的道法都找不到传人吧？我的师尊当年可是威震天下的真武大帝呀！自从不良人入住福柳城后，就再也没有好苗子冒头。这帮要不要清理了他们？不用，你今天清了他们，明早又有新的不良人进驻。若是真有好苗子，自然会越过他们站到我面前。顾北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此人总感觉在哪儿见过。顾北辰，你给小爷我滚下来！放肆！何人来我大将军府闹事？这位小友，你不是来听我讲道的吧？跟老夫有恩怨的宗门，还是大周皇室。杀意，我感觉到了大将军身上很久没出现过的杀意。大将军当年攻城略地时，可是被人称作为人屠。呵呵，这两个破皮弟弟死定了。顾黑娃，多年不见，你这窝囊废果然认不出我来了。臭小子，你骂老夫什么？我说你个窝囊废！削弱9%。人太甚！自不量力！大将军大将军威武！大将军威武！师祖，这是个练气器，看来是我东西。思维系统已启动，师傅攻击力强化100%。这怎么可能？外强中干，果然快死了吗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竟然挡住了大将军的拳头。老子当年教给你的东西，都被你喂狗了吗？数字狂妄！呵，这招天雷藏仙，普天之下只有我师尊万法仙尊能破。老夫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！竟敢把我祖爷爷气成这样！今天就算你有100条命也不够死的！大将军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哼，顾黑娃看好了，这招为师只教一次。天雷藏仙，天雷藏仙，劫火祭天，劫火惊天！不孝徒顾北辰拜见师尊。爷爷竟然跪下了！我看到了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家伙竟然是大将军的师尊！拜见师尊。师尊，真的是您回来了。这是师尊身上独有的气息，弟子不会认错。不孝弟子顾北辰，让师尊您失望。哭就知道哭！大周皇室不知道在你头上拉了多少泡屎，你竟然不反抗！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太过忠厚要吃大亏？我就不敢计较！混账东西，竟敢对我祖爷爷下妖术！看剑！住手！南印，这是你祖爷爷的师尊，你要是再敢对他老人家无礼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你过来！
不孝弟子顾北辰拜见师尊。竟然都有玄孙女了，这么多年，你也不算完全白活。那为什么被大周皇室欺负成这样还默不作声？回答我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让师尊失望了，弟子愧对师尊。不是祖爷爷的错，分明是……够了，南英，不要再说了。这……大周的不良人来了。不知罗统领到此有何贵干？有通缉犯潜入将军府，我等前来捉拿。东西你屠我罗家满门，真是让我一阵好找啊！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忘了跟你说，我现在是朝廷钦犯，是灭人满门的魔头，他们要抓我，你说咋整？谁敢动您，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死敌！放肆！顾北辰，你身为大周将军，竟敢包庇朝廷重犯，你想造反不成？给我抓住他！本统领可以不上报此事，不然的话，小心你久足难保。不可能，他是我师尊，想抓他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还师尊呢？当我是3岁小孩不成？此子可是朝廷重犯，你真要为了他跟朝廷作对，跟陛下作对？想清楚后果再说。南英，顾大将军，我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，非了这小子，不然你们就要遭罪了。非了这小子，不然你们就要遭罪了。地皮遭肉厚的或许能扛住，不知道这位小姑娘能不能？怎么回事？师尊，徒儿无能，徒儿无能啊！大周皇室给我们下了心魔蛊，为的就是让顾家永远效忠皇室，当高家的狗。心魔蛊，这东西好像是当年自己古真人那个账号研究出来的一种蛊毒，用来控制别人的思想，没想到却被大周皇室拿走，还用在了老子的徒弟身上。这群倒反天罡的混账！南英，别再说了。大周皇室干出的肮脏事，凭什么不让人说？大周开国皇帝为了测试各大功勋家族的忠心，逼他们种下魔蛊，榨干了他们的价值后，还嫌弃他们碍眼，让他们祖祖辈辈给高家当狗。这杀身刀的大周皇室，之前就知道他们龌龊，但没想到竟狠毒到这种地步。都给我闭嘴！再有谣言惑众，妄议大周皇室者，杀无赦！杀无赦！还不赶紧抓住这个侵犯，不然他就要死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丫头死不了。小小蛊虫而已，我分分钟就能拍死他。大言不惭！此蛊虫乃是陛下所种，世上无人能解。等我将你擒住，一定让你好好尝尝下它的滋味。在老子这个古真人面前玩，你配吗？师尊，系统欲取此女解毒之法，拔出蛊虫。探测到蛊虫所在位置，蛊虫已牵引完毕，宿主可拔出。蛊虫已清除完毕。南英，你居然逼出了蛊虫！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顾黑娃，你身上有心魔蛊，所以才隐忍至今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没错怪，都怪弟子不争气，才让顾家遭逢大难，说出去都丢师尊您的脸。顾黑娃，抬起头来！这不是你窝囊的借口，你他就是怕了。你被心魔蛊折磨的心力憔悴，所以认命了是不是？你看，其实心魔蛊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看着只是只虫子罢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如何面对大周皇室？弟子应当破心魔，镇七蛊，招旧部，了仇怨，倾覆天下。还想破心魔，痴心妄想！尝尝锁魂灵的厉害！尝尝锁魂灵的厉害！祖爷爷，太祖师爷，求求您救救我祖爷爷！
师尊，弟子是个没用的人，一生都没做过什么让您骄傲的事，但这一次，弟子绝对不会再让您失望了。该死的！你竟然用这种方法逼出蛊虫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本就是个将死之人，不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点有意义的事。顾将军，不良人可是皇帝直属的机构，凌驾于百官之上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，你这叫造反吗？东西，我知道不良人有一门神通，能让自己的灵魂连通大周皇帝，让皇帝跟我对话。大将军，何事进阵？高欢，即日起，北境6州独立，北军向大周宣战。大将军，没开玩笑，你身上不是有？恶魔控制了我1000年，还想控制我一辈子？洗干净脖子，在后京等着我吧！我北境儿郎为大周皇室镇守边疆，死伤无数。大周皇室却未曾给我们半点抚恤，北境万户缟素的时候，后京内的贵人却在夜夜笙歌，丝毫不把我们当同胞。顾某人今日要重掌北军，伐无道，诛暴周，要走要留，全凭诸位选择。真要打仗了，北周和大周直接决裂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能自称是大周子民。别闹了，你把大周当故乡，大周把咱当牛马。这种皇室不值得效忠。可要是打起来，遭殃的还是百姓。俺老娘就是个农户，她年纪大了，就想着能安度晚年呢。大将军就不能坐下来谈谈吗？这毕竟是叛国呀。民心不够齐啊，不过这也正常，毕竟当了这么久的大周国民，忽然独立，任谁都会不适应。你既然决定要和大周开战，那为师就再助你一臂之力。都到了这种时候，竟还有人对大周皇室心存幻想。你们当这仗是给顾北辰自己打的？放屁！这一仗是给所有北境6州的修士、百姓，还有你们打的。你们把大周当家乡，大周拿你们当同胞了吗？一群血豹也配在这里自我感动？没有北境的负重前行，哪有镐京的岁月正好？你们在这里天寒地冻，他们却在皇城花团锦簇，这公平吗？不公平！大周朝廷纵容贪官污吏，不满百姓，搜刮民脂民膏。大周铁军将来有一天会欺辱你们的妻女，把你们的父兄充当军粮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战！大周不把我们北京的同胞当人，我老曹愿意豁出性命干的！杀！杀！来人，召集北军旧部，杀上镐京，南下青龙！杀上镐京，南下青龙！杀上镐京，南下青龙！杀上镐京，杀上镐京，南下青龙！师尊，弟子寿元将近，时日无多。有我在，你死不了；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启动允许未来之法。我现在还不能持久作战，主打一个猥琐发育。师尊恩情，弟子永世难忘。为师为你延缓3年寿命，不过要在3年内运转大周天100万次，偿还因果。若做不到，便是死路一条。弟子一定尽力。你放什么屁？是必须做到。你要是还不了，老子也得受牵连。你师尊我今时不同往日，一身修为要从头再来，也到了你们孝敬的时候了。师尊，这是弟子的全部家当，弟子绝不丢您的脸，哪怕身死荒野，也要复仇。你死了，孝敬老子的弟子不就少了一个？虽然现在的我还不能帮你覆灭大周，不过为师还有其他弟子，随便一个都能把大周皇室杀得人头滚滚。真武之道还有别的传人，弟子一直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传人。真武传人就你一个，乖，别哭了啊！但为师可不止真武大帝这一个身份。师尊，我接下来要去北邙山一趟，拿回属于我的法符。有这些人的消息，立刻传信给我。
李淳刚、陈平安、柳如烟，这些可都是各大皇朝的传说人物，他们居然与我师出同门。没错，北辰啊，你对自己的背景一无所知，放开手脚，天塌了我顶着。师尊，可是徒儿已经1000年没有听到过这些人入世的消息了，不过有一人除外。谁？柳如烟，听说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0年前的托月城，身负重伤，被关进锁妖塔。你说什么？快说，当年发生了什么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南音，你对柳如烟的事情很上心，你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吗？10年前的托月城降临过白发天魔，搜狐之处寸草不生，通缉榜上刊登过那白发魔女的画影。虽然画影很模糊，但窈窕的身姿，我敢肯定就是柳如烟。坊间都在谣传，说她媚骨天成，专吸男人精气，还练作傀儡，剥女人的皮囊，收藏当作画皮。可这都是诽谤啊！女人嫉妒她天生美貌，便污蔑她；男人得不到她，却诽谤她。柳如烟拥有先天玲珑道体，受重伤后道体自动开启，一旦开启，会自行吸干周围所有灵力和生机来填补她的亏空。她连玲珑道体都被逼出来了，这是受了多重的伤！我的画像，我的柳如烟！走，去托月城。师尊，徒儿还要杀上镐京，请让南英带我向您尽孝吧。遵命。但是太祖师爷，您能赔我一副柳如烟的画像吗？赔，只要能捞到他，赔你100副都不是事儿。谢谢太祖师爷。丫头，别怕，为师回来了，不管是谁伤了你，为师都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来，这边排队入场。听说了吗？锁妖塔里关着就被打到羽化真仙的魅魔柳如烟，真仙早跌境了，不知被多少男人睡。要我说，他那么喜欢勾引男人，直接去青楼当头牌，我肯定天天捧。最烦胡乱造黄谣的，让他们闭嘴。是。祖师，每次锁妖塔开放，各国天骄便会来此历练。托月城的乌马一脉会准备至宝，奖赏屠妖榜的前3名。乌马一脉不会是乌马启的后人吧？乌马启是名震天下的大巫师，乌马一脉的老祖。您认识他？让我想想，我万法仙尊那个账号做过他3次，还洗劫了他的藏宝库。魅影魔君那个账号睡过他闺女，还有乌央王那个账号吃了他巫灵身上的肉，那味道真是绝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这一次我还是要抢。今日入城名额已满，诸位请回吧。走啊，别愣着。太祖师爷，入城的名额已满，咱们硬闯过去，会不会惹得他人不满啊？不满就不满，我又不是修佛的，凭啥照顾那么多人情绪？站住！老子让你站住！惊动了我柳坤前辈，你们就等死吧！柳坤是谁胆敢直呼本座姓名，擅闯托月城者？别怕，有本尊在呢。小黑蛇，千年不见都长这么肥。恶魔，是万法门的那个恶魔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他到底是谁？竟吓走了凶名赫赫的巫灵柳坤！万法门，你们来自万法门！巫主，万法门来人了！巫主，万法门来人了！我们要等他们。那护卫是你爹啊，还要等他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听柳如烟的情报。走，进托月城进货。巫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少年将柳坤前辈吓得躲进金官府，直到现在都不敢出来。吾祖曾言，万法门弟子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、强盗。安否乌马一脉的弟子，不可与之交好，不可与之结缘，更不可与之争斗。不祖，此事应当如何处置？请您明示。快！什么意思？先下手为强！跑！快跑！吾祖，那人只是练气境啊，这也要跑吗？乌马一脉在托月城1000年的经营，怎么能如此轻易舍弃？客官欢迎光临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只叫人生死相许。这位道友目前受困于情劫吧？
请县长解惑。没事没事，有贫道在，回去之后再开锦囊，其中自有化解之法。小女子谢过县长。诸位，今日再遇一位有缘人，老道我就要收摊了。算一下我何时破境？可不算算我的姻缘？还有我的。这位红衣道友，请留步。谁在说话？老道在此，今日有缘相遇，老道给你算上一卦，可好？祖师，青楼里面算命的，这个味儿对了。老道，你是知天阁的吧？正是，老道看小友也算是与我有福缘，为你免费卜一卦如何？给我算命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为你免费卜一卦如何？给我算命，你还不够资格，不如我给你算下，如果算得准，你就得跟我走。这少年太狂了，竟敢挑衅于道长，谁给了他的这份勇气？目无尊长，不懂礼数，要不是托月城内不准私斗，他早已身首异处了。年轻人，老道我劝你谨言慎行，莫要哗众取宠，贻笑大方。这个世上没人比我更懂算命。系统，欲取此人未来命数。收到。于老道年少成名，但达到巅峰后始终难于破境，所以来凡尘练心。你命中10年一小劫，100年一大劫，下次的应节日让我算算。哦，就在明年3月，你快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是谁？老道也来看看你的命数。此人身上却是密密麻麻的红线，命运不可捉摸。这是我家知天阁老祖道眼神君才有的命格。没想到我余怀星在迟暮之年，竟能见到如此少年。好个小子，竟敢咒于仙长死，还把他老人家气得吐血。你完了！杀鸡焉用牛刀？于县长，我替你教训他。晚辈斗胆，请前辈收我为徒。老家伙别得寸进尺，让你跟我走是有点试问你。前辈你放心，晚辈通晓各国密事，一定知无不言，甚至包括那柳如烟的情报。什么？走，立刻走，就现在。前辈，我其实见过柳如烟，她竟然请我帮她一个忙，我当时一咬牙，一拍大腿。你拒绝了他？我是愿意为他干到土地。继续，他让你帮什么忙？他要和知天阁联合做局，得来的利润与知天阁91分账，他9，知天阁1。什么局？天地福禄局。还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，杀猪盘。他故意被困素瑶塔，设计绑架各国的臣僚弟子，威胁他们皇室，以换取疗伤资源。依照柳如烟说的，当年对他下黑手，让他身负重伤的，就是这6国皇室的奸祖。这既是敲诈，也是复仇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丫头性子还是没变啊！你们知天阁胆子挺大的，竟然陪着她做局，参与仙人间的斗争。知天阁立此当头，我家老祖曾言：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反正天塌下来有柳如烟顶着。乌马一脉掌控锁妖塔，他们也知道你们设的局。他们不知此事，那帮家伙可是修真界难得一见的老实人，挺好说话的。前辈，素瑶塔开启后，各国天骄会被柳如烟当主宰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呀！我之所以来托月城，就是为了她。柳如烟虽然美丽，但实在危险。您是不知道，多少男修见了她之后，心甘情愿做她脚下的狗。你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，柳如烟，为师来看你了。这一次的屠妖榜，不知道谁能夺得魁首。最热门的有3位：西楚太平宗于新郎，大秦鬼谷山门江半夏，北齐擎天宗黎星汉。但保不准有黑马出现。明月赌馆已经开盘下注了，老子苦修10年，这次一定要夺得个好名次。没有开了。祖师，这次6大皇朝一共来了10万天骄参与试炼。试炼开启后，外面会形成水镜，将塔内的情况投影出来。听说很多妖兽众等，最后能活着出来的10不存1，值得吗？富贵险丁求，于老道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名字出现在屠妖榜上，便有机会进朝围观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今年的科考变成了杀猪盘。走吧。于县长，你确定压他吗？这个陆轩的赔率虽然是1比100，但他的修为只有炼气境。你个凡夫俗子，
对现实的境界和手段一无所知。既然县长执意如此，这些邻居我就笑纳了。我看见仙师了，他在做什么？锁妖塔共有9层，柳如烟曾是羽化真仙，肯定在第9层。不过层数越高，妖兽就越是凶猛，我们攀登得上去吗？上面几层可能一头妖都没有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柳如烟拥有先天玲珑道体，一旦开启，会自行吸干附近所有灵力和生机来填补它的亏损。这头大妖就是被玲珑道体榨干的。锁妖塔号称镇妖10万妖魔，他都能吃干净了。塔内还剩100头妖，都算他仁慈。我当年跟他说过，杀戮要么不杀，要杀就杀绝。我知道怎么找到他了，走吧。区区一个炼器修士也敢进锁妖塔，虽然勇气可嘉，但未免太过愚钝。好贱，好脸，好美，太美了！是件赏我的美人。嘿嘿嘿，这修士不正经，脸红个泡泡呀！在下大秦鬼谷山门江半夏，锁妖塔内凶兽频出，二位可要与我等同行？我有宝船，能载你们一程。有船啊，可以。祖师，会不会有诈？怕啥？有船坐，省得你费力背我。他可是夺冠热门江半夏，跟着他肯定能见到柳如烟。红巴米代夫，上去吧。走。他怎么表现得这么自然？连江师兄的蒲团都占了，真把咱的船当自己家的了。真搞不懂，师兄为何请这个炼气境界的蝼蚁上船？美女，我来了！嘿，嘿嘿，美女，你是一位剑修啊？我之前也想走剑修的路子，但我师尊说我不适合这条路。姑娘还不知晓您的名讳？她的名字不方便告知，我叫陆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又没问你的名字。这不重要，把我的名字记住很重要。你妖，进锁妖塔这么久，终于碰到妖了。把船开过去。这群大妖是我鬼谷山门的。诱饵这么快就摆出来了，挨个绑架哪有直接一网打尽来的下？柳如烟，为师马上又能看见你了。何人如此大胆，在擅闯我妖塔禁地？找死！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千年妖火，锁妖塔内别的地方都没有妖魔，为何都聚集到了这里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江师兄，要不咱们撤吧？此地不宜久留，但我等代表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大秦。待会儿我一人出战，猎杀妖狐后，所有人立刻折返。没必要，老实待着就行。无论怎么折腾，你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位道友，什么意思？你要是信我的，就别过去，否则一会儿狂风暴雨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！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我靠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快看！六国皇室老狗，你们当年害得我如此之惨。如今这笔账该算清了。受死吧！是柳如
都给我听好了！擅闯妖塔禁地者，杀无赦！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，竟如此大胆！是柳如烟，受死吧！众人结印，天地玄黄，万剑齐续，击上！哼，蠢货！哭！什么？都跪下，磕头！怎么会这样？江师兄也给魅魔跪下了，他可是铁骨铮铮的真男人啊！师兄膝盖下面血淋淋一片，他好像还想反抗，但脊椎被压断了，头都抬不起来，太惨了！我之前就预感此地是陷阱，让江师兄别去，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！但没有一个人听我的。这话怎么听得耳熟？刚刚谁说峡谷里面要狂风暴雨的？是他！看我做什么？我提醒过你们，你们又不听。阁下未卜先知，真乃仙人也。刚刚我对您态度不好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给我们指一条生路。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江湖嘛，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太好了，江师兄果然没看错人。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师兄相中了那女剑仙，现在看来，她分明是一眼看中了您。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联系各自的宗门、家族，拿上供给仙人的灵骨来赎人。至于你们各自的赎金，根据你们的出身、天赋来决定。我的同党呢？把情报拿来吧。来了来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他什么意思？他居然走过去了！这少年郎竟是那魔头的同党。从看见他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预感这厮不像什么好人。难怪他说有办法保我们一条命。师兄，你遇人不淑，看人也不准啊！怎么被骗了？被骗了！混蛋竟然和魅魔狼狈为奸！你潜伏在土野城多久了？是不是乌马一脉的族人？说话，回答我！我刚刚看见此子和大秦鬼谷山门的弟子厮混在一起，莫非柳如烟也勾结大秦王朝？我鬼谷山门从未和柳如烟勾结。我上不去，你拉我一把。练气境，知天阁怎么回事？派了这么个修为低的人过来。情报给我。好久不见，你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吗？不，这种气息，这不可能。找到那只白狐，那畜生叼走了贵人的净白柳枝。找不到那头畜生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，一定得找到他。是。有点天赋，修为不过100年，倒是快化形了。不过这伤太重，应该是熬不过这个坎儿了。小东西，有兴趣跟我走吗？你智商活不过今天，你就在这给小爷等死吧！可别怪小爷我没给过你机会。刚刚那货说的没错，我这伤势确实撑不过今天。我去吴府夺着金牌柳枝，不幸被天羽箭射伤，都是为了化形成功。100年修行不易，如今要止步于此了吗？我好不甘心，有没有谁来救救我？你一直叼着这根柳枝不放，以后就叫你小柳吧。这不可能！你我因果未断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。您为什么无故消失？这1000年来，弟子找你找得好辛苦啊！师尊，他不是柳如烟的走狗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样倾国倾城的美人报了内祸。魅魔竟然称呼那少年为恩师，羽化真仙的师尊。不对劲，这贼星不是万法门的弟子吗？怎么转眼成了魅魔柳如烟的师尊？不对，我祖留下的乌马日志曾言，他的宿敌万法仙尊行事乖张，然而琢磨不透，袭击了他的诸多宝库，排除一切错误猜想，哪怕再不可思议，
真相也只有一个，那少年就是传说中的万法仙尊，那个恶魔，他回来了！搬家，必须搬家！丫头，你抱得太紧了。哼，不嘛，我就要抱着师尊。主要现在这莲花台太小了，而且你看，下面还有一堆人看着。哼，哼。师尊，这1000年来，您跑哪去了？这么多年来，弟子找遍天下，人间找不到，弟子就飞升，打算一颗接一颗的星辰去找，直到遇上传说中的天宫。天宫？他们说您拂乱因果，就该被覆灭。他们还派人追杀我，一群杂碎，他们还要脸吗？哼哼，天宫。师尊，别惹天狗，咱们找个福地洞天，好好生活吧。蠢丫头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要是忍气吞声，还配让你称我一声师尊吗？哭够了。那也该干正事了。你身上的伤要多少灵玉才能恢复？师尊，您需要灵玉。灵玉在灵界是硬通货，可以换取灵丹、宝具、符箓。在飞升之前，我要用到它。对了，红玉，快上来，快点啊！红玉，这位是你的同门师叔祖，还不拜见？楚红鱼拜见师叔祖。哼，你好啊，师叔祖。师尊，有弟子一个还不够吗？为何要带着别的女人？这丫头还和原来一样喜欢吃醋。你现在托月城收赎金，然后去大周皇朝替我办件事。师尊，你又要离我而去？我当年在北邙山留下了一座法府，我要把它拿回来，提升实力。那我和师尊相伴的日子岂不是又少了许多？西呀！天宫要是真把你师尊害得生死道消，你就老实了。弟子遵命。这场游戏到此结束吧，我要去乌马一族一趟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赌注还没结算，难道他捏出了什么变故？涂鸦宝宝闪，陆玄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老板，你看那屠妖榜上只有一个名字，拿钱吧。我开赌坊这么多年，各种阴谋诡计都见过，但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。老板，你也不想让我太祖师爷带着如烟大帝亲自来管你要钱吧？老夫认栽，栽在柳如烟的手里不丢人。巫祖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原来这个龟壳可以联系尹家已经飞升的先祖啊！谁？晚辈乌马云溪拜见万法仙尊。居然猜到了，你和你先祖的脑子一样好使。前辈，关于您的事儿，巫祖的日记里都有记录。他说您洗劫过他大概36次，而且……够了，往事无需再提。我过来是要问你有关北邙山上那座法府的事。前辈，北邙山长约9000万里，法府众多，不知您说的是哪座？别装傻，当时我把他建在那里，就是想看看这小子什么时候能贼心大起，想偷几件东西回去，这样我就又有机会可以抢他了。可惜你家老祖胆子太小，甚至帮我构建大阵守护法府。我来此便是为了取那破阵之法。前辈，用不着这样，您的那座法府已经被人绝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我干的，都是因为不死尸在那北邙山上乱窜，引来了无数凶士追杀，这才出起了您的法府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真的绝了！绝前辈法府的人就邓泽，此人找的是李淳刚的徒弟，叫张鹏知己。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剑球。邓泽，李淳刚的徒弟？对，就是他。李淳刚现在在哪？有具体线索吗？李淳刚是万叶长城的大将军，他的失踪属于军事机密。您的法府也被军方监管，想知道他的消息，只有跟军方打交道。好一个祸水东移，倒是把自己摘得挺干净。乌马启这么老实的人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后代？没有，晚辈说的句句属实，如有半点谎言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！别批我！真的？这我终于走了，立刻搬家，立刻马上！这个破地方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师尊，弟子真的不能跟随您一起吗？为什么他们却能跟着？是弟子的相貌不如他们，还是弟子不够细心，侍奉师尊侍奉的不够舒服？我当然想带着你，但是有些事只有你能做，为师只信得过你。师尊只信得过我？你是我亲手养大的，他们怎么能比？
师尊，我明白了，您吩咐的事情，我一定办妥。前辈别走啊！谁？费力无信，贫道什么都没看见。如烟，你先起来，为师有正事要办。你在这里乖乖等着，有什么事等回来再说。前辈一路走好，老道在这等前辈凯旋而归。北邙山，我来了。嚯！筑基境，而且还是筑基巅峰。他刚刚不是还练气境吗？我第一次比你还震惊，祖师就是这样修行的。多亏了柳如烟那丫头补全了我欠下的因果，不过我现在能吞服的丹药实在有限，只要拿回法府，这个问题就能完美解决。走。祖师，周围的修士看样子都不怀好意。一群土鸡瓦狗，不用管他们。少年郎，你也是冲着法府秘境来的吧？在下吴国满丘张庆宇，要不跟大爷我交个朋友？敲个锤子！我劝你立刻带这些人离开，否则等法府的主人回来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好可爱的小，法府的主人已经消失1000年了，还会回来？看你细皮嫩肉的，别去什么法府了，来和姐姐玩玩。姐姐告诉你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走不了？你们大胆！南音回来！哼。周围的修士越来越多了，嘿嘿嘿，今天又能吃顿饱餐。没想到华山境的李牧阳也败了，这不死尸真可怕呀！法府的主人或许根本不想让人进去。胡说，这不死尸明明是前辈。让一让，你们挡到我回家的路了。又有修士要冒险进入了，果然修士的勇气是不会轻易断灭的。狗屁勇气，区区一个筑基境也敢进去，这不纯脑瘫。万叶长城的军队在这设下了禁制，他们和不死尸狼狈为奸，这几人又得沦为不死尸的口粮了。像太像那个恶棍了！我从未在这头不死尸脸上看过这样的表情，杀意昂热，好像这少长老是他的生死仇敌一般。听说这小子是黄色纨绔子弟，身边还跟着2个美妾。他玩的明白吗？等这小杂碎的骨头被嚼碎，那2个美妾归我了。虽然非常神似，但你终究不是他。今天谁都救不了你，我说的。多年不见，吴阿大，你竟敢对我呲牙了？当年火龙果看来还是吃的少了。先尊，走，回家。回来了，回家的感觉真不错。既然已经回到法府，那就登录万法仙宗的账号吧。系统，献祭此剑。王之忠信，众逆臣皆当死去。今日，本尊要重临世界。是仙尊，仙尊回来了。仙尊带着怒火归来，我要闹明显了，仙尊会原谅我们吗？别闹了，崩死的！快跑，快跑！祖师发生什么了？那个少年到底在仙人洞府里干了什么？我们就不该来这里。这是仙人之怒啊！这难道是第7境的绝世强者羽化真仙？羽化真仙可没这么恐怖，
就算李师尊修为达到8境巅峰的涅槃全仙李纯刚，也不如这个。什么？子，你带人去看看，知道该怎么做吧。本尊不在的这些年，你们竟敢违背禁令，擅自吃人，本尊赐你们1人1颗火龙果，可有意见？师尊，我们从未有过背叛之心，是一个叫邓子娥的贱将蛊惑我们。对啊，怎么可以拿人肉来烤肉不死尸？不吃太浪费了。仙尊，我从始至终都没吃人，我才是您最忠诚的狗。邓子娥又是他，李纯刚那样刚直的性子，教不出这种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子的弟子。万法仙尊账号登录时间已不足5分钟。可你的登录时间太忙了，你先把法斧收了再说。仙尊，小六，六六等了这么多年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小六好想你啊！小六下去。是。你倒是规矩了不少，当年我可是足足为了你10颗火龙元，人人都喊你耐打王。仙尊教诲，小六一直铭记于心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吃一口人肉了。好了，别蹭了，跟我说说那个邓子娥。是。启禀仙尊，是这样的，前方乃我祖师修行之地，诸位进行。一个金丹境，一个化神境，站在这里神气活现，有趣抓活的。你们口中的祖师太祖师爷到底是谁？此地的灵力暴乱是否和他有关？快说！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回收站。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你们先走。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祭奠时间已到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狐假虎威！六六，出来！是罗六娘。罗六娘，你怎么会从仙人法府出来？当然是仙尊让我出来的。敢忤逆仙尊，求死！想跑？不要！救命啊！哼！放肆！真当我怕了你？我可是剑仙李纯刚的弟子，尝尝我宝剑的厉害。等会儿，你这小王八羔子就是邓子娥啊！把他手里的剑拿来。遵命。撑不住了。谢了。仙尊，你手里这把剑叫太墨，是由108块天外陨铁锻造的灵宝。这柄剑的来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是我当年送给李纯刚的，要不然你以为我能饶你一命？怎么可能？不信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血祭！万叶长城邓子娥拜见诛仙神君。说，把你知道关于李纯刚的一切如实交代。李纯刚前辈从未收过我为徒，是我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李纯刚的弟子。那这太墨剑你又是从何而来？那是我送给他的，我不信他会随便给人。快说！我身上有禁制，不能说。求你来搜我的魂吧。原来真的有禁制，我会搜魂的，但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李纯刚纵横人间无敌，他为何会沦落至死？是天上人，他们抽了李纯刚的剑骨。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前辈搜魂便是。正在解读当前对象。原来如此，也是个可怜人了。我说的对吧，邓玉？啊！还不快出来！放肆！谁如此大胆？哼！一个筑基期的小鬼也敢搬弄是非，
你家大人是谁？报上名来！赵李林于四家到底是谁在跟我过不去？竟敢让人当众揭我的短！东西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你在意的是邓子阿，还是在意在他身上投入的资源？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要开天意，不是想找他，而是想找回那柄李淳罡的太墨剑吧？不过你的如意算盘要打空了，太墨已经碎成齑粉了。邓子阿也是我杀的，他求着我杀。那个少年郎说什么？他说他杀了邓子阿。不管这少年是谁，邓大将军都会宰了他，这关乎到将军的颜面问题。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要杀邓子阿？怎么杀了他？说，详细的说。哼，你现在不应该掐断我的脖子，为你义子报仇雪恨吗？可你不敢。你应该在猜我是四大家族哪一家的子弟。若是与你交好的赵李两家，你会教训我一顿，之后把我送回去讨些好处。若是与你关系一般的林虞两家，你只能求个无功无过，把我送至刑天司处理，这样你还能落个秉公办事的好名声。我说的对吗？邓玉，妖言惑众的小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你别管。青庐镇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不可能，朕的事情怎么会有他人知晓？哼！邓大将军发迹之后，自学成了军中勋贵，给自己编造了一副显赫的家世，说是三品怀化侯邓永福的后人。他居然知道邓家军的过往，邓玉可是号称毒将军，一定会弄死他的。外人又怎会知道，你的亲生母亲其实是青庐镇的娼妓？住口！别说了！怎么嫌你的过往比你丢人？可你是不是忘了，有一个少年和你出身一样，一同长大，却从未嫌弃过他娘。你们的娘亲相识于风月之地，感情极好。可惜后来因缘际会，那少年竟被万叶长城的天策上将带走。你羡慕、嫉妒、怨恨那个人为什么不是你？你一直目送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你以为没人看见，那少年看见，他还恳求天策上将收你为徒。他是真想和你当一辈子兄弟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那少年飞黄腾达后就会忘了你？可你怎么不想想，你和你娘亲落难时都是一个救救吾儿吧！忽然提剑杀回青庐镇，才一天，那傻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去了。可惜，他还是下辈子只做你娘亲，不做娼妓。娘，他临死前还满是愧疚说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再往下说了。你后悔你在懂事后没叫过他一次娘亲，更嫌弃他只是个娼妓。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，那傻小子一直对你心怀愧疚。在救下你后，他和我说，哪怕天翻地覆，咱俩还是兄弟。而那少年便是如今大名鼎鼎的李淳罡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这一切？当年除了你们，还有一人见证了这一切。现在他就在你面前，你认不出来吗？邓将军居然对他下跪了，还叫一个小小的祝基靖修士为上将军，他疯了！要么是因为邓子阿逝世伤心过度得了遗症，要么就是被筋膜影响是心智。误了，我误了，那少年不是人，他是妖！上将军，很久没人这么称呼我了。邓子阿试图抢夺我的法斧，还绑架了我的徒孙，你要为他报仇吗？能死在上将军手里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我们这些万叶长城的守城之将，手里都沾满了血，什么时候死都是应该的。若有人要为邓子阿的死负责，那也是我。少说那些没用的。邓玉，现在该我问你话了。上将军想问什么，随便问，手下一定知无不言，请上将军移驾御书台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下吧。李淳罡想做什么事不会瞒着你，他聚集天下剑修的目的是什么？
是不是想向天复仇？此事李淳刚的确跟我提及，他说他要在魂飞魄散以前借天下所有剑修之剑，剑斩天宫的白玉台。有仇必报的混小子，为师没白教你那么多年，他有把握吗？只有1成把握，但若此剑成功斩出，一定能让天宫觉得疼。才1成？他还说您的失踪和天宫有关，他要帮您复仇，天宫索他的命，他就诛天宫的心。若有一天您回到万叶长城，让我一定告诉他师尊，他李淳刚不是孬种。既然为师回来了，那就帮你变成10粉，天道不公，那就破了这天！该死的，万剑山周围竟然都有禁空咒。是啊，就要徒步去万剑山门下，百万剑修亲临万剑山，不知最后谁能被李淳刚收为弟子？燕国的金天明，大楚的盖京云，还是秦国的孔子墨？他们可是当今天下剑道天赋的前3甲，机会最大。咱们是没啥希望了，能一睹剑仙风采就知足吧。距离万剑山剑坛开启还有2个时辰，天下的剑修来了多少？不下100万。李淳刚这3个字，哪怕过了1000年，依旧是威名赫赫。他们都是冲着李淳刚的名号来的，你骄傲个屁啊！那是因为李淳刚是我兄弟，虽然我大奸大恶，但我为数不多的良心都给了他。这些年来，我处理最多的不是政敌，而是在长城上教李淳刚舌根的混账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兄弟镇守万叶长城1000余年，若没有他，万叶长城早就在妖族的进攻下沦陷了。我恨不得让所有受恩于李淳刚的白眼狼都明白一个道理：不承恩便不配得恩。干得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对了，我要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一共5件，都是您曾经用过的宝具。我把这些全部的家当都耗尽才换回来的。够用了。上将军真把天得罪了，李淳刚的命还能保下来吗？要不您先把他救下来，复仇的事往后再说。修真世界，命最重要。我真的不想看着我兄弟就这样死去。天真，你真以为屈服就不会死了吗？屈服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天降下惩罚，把我们都当成蝼蚁踩在脚下，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：“看，这就是蝼蚁。”不过有件事我可以答应你，李淳刚的命我保定了，诸天神佛全来了，都带不走他。距离万剑山开启时间还有1刻钟，就已经有人急不可耐了。山门有禁止守护，这小子真敢嚣张，真是勇气可嘉。太过愚蠢了！我看到什么了？他居然真的进去了！禁制还没消失，作弊！他在作弊！混账！该死的关系户！我和你不共戴天！糟糕！众人结印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万剑齐聚。你，看样子是想剑开天门吗？可惜了，这力量还不够。天地为压，上山取剑！完了，爬不到半山腰就拿不回灵剑。连半山腰都爬不上去，就代表剑心不坚，剑也不必取回来了。剑肯定是要拿回来的，但在此之前，得先杀了你个关系户！一帮蝼蚁还想要杀我？杀他！找死！是大妖，别过来呀！李淳刚，你是想激发他们的剑意，怒斩苍天吗？但这太慢了，为师有更快的法子帮你。剑修的剑意，唯有在生死存亡之际，才能被彻底激发。66，上！救命啊！哦，该死的关系户！他放出来的都是些什么魑魅魍魉？这是中州的不死尸，这少年必是中州某一国的死尸。
目的就是帮自己背后的势力独占李淳刚的传承。好恶毒的心肠！查，就算决定3次，也得调查清楚这个小子的底细。等从问剑山上带走李淳刚之后，就该着手向大周皇室复仇了。这少年郎真是了不起，之前就隐约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，还以为是葛金云那个莽夫，没想到居然另有其人。你说是吧，金天明？听闻在问剑山封禁被粉碎前，有一关系户提前登山，想来应该就是此人了。也不知是哪国的纨绔，这么点修为也赶上来凑热闹。我先走一步，希望你能追上。啊，跑错了，是这边。少年郎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掉头回去吧。不行，下面有吃人的怪物，你才住寂静，独自下去肯定会死。你跟我来，我带你上山。这是为何？因为你长得像我弟弟。当然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我觉得你天资卓越，想收你为徒。啥？你要收我为徒？我是大秦孔子墨，大秦剑宗的长老，而你将是我第一个弟子。此次登山，若我被李淳刚前辈收为弟子，你以后就是剑仙的徒孙，怎么样？心不心动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要收我当弟子啊？金天明这混账真不地道，趁着我收徒，居然已经跑出去这么远了！别废话了，走喽！我的确不知道你的身份。我操，好大！但你是谁都没关系，拜我为师，你怎么样都不亏。走，为师带你去看看山巅的风景。下了，下了，那是什么？快去看看！邓大将军向来吝啬，怎么今儿个转性了？特意给咱们布置了水镜观礼问剑山。自从邓子娥死后，我总觉得邓大将军不太对劲。我很好奇，此次这么多剑修，到底是哪个能够率先登上山顶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孔子墨。我已经押上了我的全部身家。孔子墨、葛金云、金天明的赔率都给我调高，让那些赌客压住。至于陆玄的赔率，给我调得再低一些。我告诉你，老孟，和本将军合作是你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。本将军之所以能竖起水镜，为的就是能一本万利。放心吧，操盘这种事我最有经验，能和邓将军合作，我们赌坊一定能做大做强。就是不知道这陆玄到底是谁，竟能让您孤注一掷，把宝都压在他身上。不该打听的事少打听，你只需记住一件事，那位的本事你根本想象不到。金天明，你的剑在某些方面还比不上这猴子。这猴子明显模仿学习了李淳刚前辈的剑道，而我们在此地实力会被限制，越往上修为会被周围的剑意封禁的越厉害，一时之间拿不下这只猴子，很丢人。当然丢人，逼逼叨叨说了一大堆都是借口，连一只猴子打起来都费劲，也妄想传承李淳刚的剑道。你孔子墨，你为何带这个小子还能知此处？你把他放开，我割了他的舌头！啪！这是我的弟子，你要动我徒弟，先过我这关。孔子墨，你疯了！这不知什么身份的小子，连剑修都不是，你就敢收他为徒？你不懂，你眼拙，所以看不出来。但我确信，他以后必定能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剑仙。天地良心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既然你想护着他，那就别怪我。那是谁？那老袁身上的剑意怎么回事？强的可怕，为师在，不用害怕。我没害怕。孔子墨，你还不甩了你怀里的拖油瓶？我弟子才不是什么拖油瓶，不一样，和之前的猴子都不一样。这老白猿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为何他散发的剑意更加厚重纯粹？他是谁？这么多年来，做到问剑山的可不止李淳刚一人，还有一位比他更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老袁年龄超过1000岁，但他模仿的不是李淳刚，而是李淳刚的师尊诛仙神君。什么？几位，此路不通，什么传道都是那李淳刚哄骗你们的，自己都快死了，还传什么道？那一根筋的老匹夫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这猴子竟敢拦路，是忘了当年在问剑山被我统治的恐惧吗？这件事，
老东西，不认识我了吗？小鬼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何原后会跑？还有你手里那把剑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弟子个人的隐私，为何要告诉你？金天明，你的手伸得太长了。你真是疯了！这小白脸来路不明，你就这么信任他？你不会真看上他了？够了，金天明，我们师徒之间的事，轮不到你个外人插手。我做什么，何须向你解释？咱们还是比比看，谁能率先到山顶吧。小白脸，这个小绝对是小白脸！孔子墨，你被这个小白脸蛊惑了！景天明，你在愣什么？快上山啊！你不想传承了吗？小白脸，铁定小白脸无疑了。这小子的手还粘在孔子墨的腰上，不肯放开。他到底有何不凡之处？有人猜测，这小子是皇室子弟。他刚刚拿出的剑是当年万叶长城天策上将诛仙神君的佩剑之一。难怪那老白猿被他吓走，怪不得邓将军对他痛哭流涕，还叫他上将军。邓将军当时流下都是委屈的眼泪啊！皇室弟子，你们永远想象不到那位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。邓将军，有人取回了自己的剑，要登顶了。好兄弟，我们马上又能见面了。孔子墨，你的力量都在护着这个小白脸了，恐怕到不了山巅，你就会死。我不会死的，看着吧，我一定会带着我的弟子抵达山巅。这个蠢女人真是无可救药。这就是李淳刚前辈的建议吗？必须劈开一条路了。剑不是这么用，这柄墨齿剑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的认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说嘛，你在剑道上肯定有天赋。来，我来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。你要做什么？墨齿剑曾经可是诛仙神君的佩剑，剑灵性子凶厉，要是遭到反噬，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。你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，举剑，展开这片天地。这神剑合一，怎么可能？他竟然真的上来了！剑仙李淳刚就在那座茅草屋内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收我为徒。孔子墨，没想到你带着一个拖油瓶还能第一个登上山巅，在剑道上你高我不止半个头。剑道一途能走多远不堪一时，等见到李前辈后再下结论也不迟。你们不用和我比，第一个登上山巅的也不是我，而是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侮辱我俩？事实便是如此，你们到现在还看不出他的天资，只能说明你们这么多年的剑都白练了。他连剑修都不是，有个屁天资！要不是你一路抱着他，这回哪能登上山顶？不会真让那些人说中了？你这丫头春心萌动，看上一个只有筑基境来脸。住口！葛青云，我与爱徒清清白白，需要胡言乱语？都别吵了，李淳刚前辈要出关了。爱徒，一会李前辈出来，别犹豫，直接跪下。我跪拜李淳刚？没错，无论是哪国皇子，跪拜李淳刚都理所当然，这不丢人。为师也会和你一起跪的。剑尔等建议已用，稍后加倍奉还。剑来！前辈，您这是要？天东有玉台，上承白骨肉，下至咸猪笼。剑来！剑来！剑来！不错嘛，李淳刚。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19州，他要干什么？天之东，李淳刚前辈要一剑斩天。李淳刚就要斩天，这是大不敬啊！希望苍天有眼，只惩戒李淳刚。我的裤衩子都输没了，我不想活了！一剑开天门，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李淳刚，你有种！大胆李淳刚，竟敢冒犯天威，剑斩白玉台，咿呀猖狂！我与人间全无敌，不与天战与谁战？给我！差一点儿，还是差一点儿呀！师尊，徒儿没用。快看，那就是李前辈。为了拦截李淳刚，竟然出动了300真仙，好大的手笔！李前辈没叫我们过去，不能过去，你这是对前辈的大不敬。啊，墨齿，你身上散发出的
是杀意！混账东西，站住！李前辈的剑道传承人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你。洪子墨，你怎么不管自己的剑？莫是失控了，他从未把我真的视为过剑主，因为他曾经的剑主是诛仙神君。此事暂且不提，那个小白脸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一个筑基境也妄想发展剑仙的传承，可笑。阿刚，你怎么老了这么多？你是来问剑山求得的少年郎吧？嗨，我借了100万剑修的剑意，仍旧未能剑斩白玉台，真是遗憾呐。在我神回困赛后，我借来的剑意都会加倍回归到你们身上，算是给你们的一场造化。你之前就是这么打算的？是。若剑斩白玉台成功，那天上灵韵将回馈人间，众生未来能好过几十年。若失败，那我就传道天下剑修，愿世间人人敢问剑苍天。可惜这一剑没能让师尊看见。蠢徒儿，谁说你师尊没看见？师尊我看得真真切切，这一剑真的很不错。长剑一杯酒，男儿方寸心。阿刚，为师不在的这些年，你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孔子墨，那个小白脸敢对李前辈如此不敬，我劝你最好跟他划清界限，不然就是与天下剑修为敌。你们，我爱徒天赋卓绝，你们竟敢如此针对他，希望到时候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怎么可能？弟子李纯刚拜见恩师。那小子竟是李前辈的师傅。孔子墨找的不是一个小白脸，而是传说中的诛仙神君。孔子墨，你了不起，你真有本事！你说的没错，诛仙神君在我眼前我都认不出来。我的爱徒竟是诸天神君，我觉得你天资卓越，想收你为徒，完了，真相完了。为师已经回来了，需要再哭哭啼啼。剑骨被抽走了，是弟子无用，剑骨被抽，靠一口剑气吊着，连白玉台都斩不断。不对，那一剑还没有斩完，还有一人的剑意没能借走。剑来！献祭！阿刚，为师助你斩上白玉台，这一剑会很帅。这是怎么了？啊！你们快看！破了，秦招破了！诛仙神君的一缕剑意，竟然恐怖如此！一击灭杀300真仙，这才是真正的剑道。天怒了！竟然增派了3000仙人，神君能挡得住吗？出发！瞧好了，9天玄手焚尽法皇，与我上口！不！9天结印记，天罗地网收灵印，进！那4名仙人是4大天王，都是第9境的大罗金仙，不管是谁，也护不住白玉台。发天象地，起！什么？快跑！我们一定会回来的！想跑？攻上白玉台，看我杀上天宫！龙云震九霄，4海皆臣服！杀！师尊，你已剑斩白玉台，那长剑还要飞至何处？自然是去白玉台后的白玉京取回你的剑，谁也不能抢我弟子的东西，天也不行。可是师尊，你这样会触怒天威，引来天劫的。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徒弟，值得吗？什么狗屁天劫，为师我一剑劈碎便是。来吧！诛仙神君到底要干什么？他真以为他一个剑修能犯得了天？他养的老天爷！苍天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请神君展开这片天！你是何人？报上姓名。本座诛仙神君，今日来此，只为取回我徒儿的剑骨。众生都知道天会愤怒，但今天我要让众生知道，天不仅会愤怒，也会颤抖。天威减弱了，天真的在颤抖。你们说诛仙神君会赢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知晓玉门关的赌盘又开了，这一次压住的是诛仙神君和老天爷，谁能赢？去，还想骗老子的钱？
做梦！师尊，您的大恩弟子永生难报。